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一个酷配车型是要强不少的，头部水平啊，这个我有点小失望。我觉得路对了，是比直线条更加难以驾驭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辛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Model Y， 给大家看一下换新版，对，最新款的 Model Y。那我觉得我来讲 Model Y 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是 Model Y Performance 的车主，上一代的。现在他们出了新款，然后我们这次，等一下，我们受到哔哩哔哩邀请，过来拍这辆特斯拉的 Model Y 的换新版。这个可以抽给大家吗？大家问一下 B 站，如果可以抽给大家，记得3连哦。OK， 这就是 Model Y 的实车。那这次 Model Y 的换新版，其实相对于 Model 3的换新版来说，它整体的外形设计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外观上面大家都会聊它的贯穿式的前灯。这是应该是特斯拉现在从3的换新版到 Y 的换新版，我觉得前脸最大的区别了，因为3还是有一点特斯拉原来老款的那个味道的，而现在的 Y 就是非常非常像 Cybertruck 的那个新的前脸。这个前脸我认为应该会到3上面，下次改应该3也用这个前脸。那整体上我觉得可能在国内它的这个前脸，包括它的尾灯啊，就是用贯穿式可能会相对来说用的厂家多一点，但是其实你要想到 Model Y 它并不只在中国卖，全球卖。对于全球的其他的汽车厂家来说，其他的消费者来说，这个大灯、这个尾灯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外观上面，我觉得能讲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前脸、后脸的外观的区别，然后这边的 logo 变成了 Model Y 加，这就是 Model Y 换新版的标准版，并不是首发版。那边有一辆白色的，是首发版。等会儿我们可以这里放一点它的细节啊，也就是一些关于首发版，证明你是第一批买的，只是这么个作用。外观上面，我觉得除了尾灯以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细节，就是在于整块玻璃啊。原来我是因为是老款的 Model Y 的车主啊，它没有那么的硬直，它是一个圆形的这么一个尾部的玻璃，现在更加方正了。其实这个点我觉得跟前脸是一样的，是有点偏向于 Cybertruck 的那种设计，更加直线条一点。那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那个圆润的啦。我觉得圆润的感觉圆是比直线条更加难以驾驭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它整体的外观上面的细节并没有大的改变，但这个车型的风阻是实实在在的降低了。我们知道特斯拉的整体的电耗水平在整个业内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无论你去问任何一个业内的人来说，特斯拉电耗3电的水平都是最好那一波吧。它现在风阻系数也降了，原来是0.23，现在是0.22。但是这个哪说哪了，因为我自己是特斯拉车主，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因为还有极氪001，它其实还是看你怎么开啦。我的 YP 其实电耗，在我自己开的情况下，也是常年保持在至少18到22吧，因为我还是比较猛的。因为这个车因为底盘非常的好，这也是我想聊的特斯拉 Y 之前的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现在国内很多车厂也会去做性能车，也会去做各方面的高性能向的车，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哪怕放在现在来讲，我觉得我的 Model Y Performance 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2025年的年初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能打的。我觉得我们家里面如果选一辆车比它操控还要好，可能就没有。我觉得我的极氪001的U版顶配原来老款的，能跟它扳扳手腕，但是你说比它强，那也没有。所以 Model Y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它普通版的 Y 跟我的 YP 之间，你觉得有巨大的差距吗？其实没有，就普通的 Y 已经能做到 YP 的90%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水平。因为本身20多万的车，那你能做到40万的驾控水平的80%、90%，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喜欢驾驶的人还会去买3P，还会去买 YP 的原因，也是在于这个稳定、可靠、高效。包括很多人喜欢驾驶买 Model 3的入门版的人，我也有遇到过。就是它是一个稳定的选择，它不会犯错，而这么多人的验证，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我们 B 站的 UP 主，对吧？友商有频道的 UP 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极速拍档真的拍得很棒，他们新的3P，他们也跑到赛道换了轮胎，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他们车技也很厉害啊，当然我车技没有那么厉害。就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特斯拉的操控还是有保证的。OK， 讲完这些概述，我现在带大家第一视角来看一下 Model Y 到底改了什么，什么叫换新？走吧。OK， 这就是 Model Y 的换新版啊。先讲一下基本参数啊，这个车型是4797×1920×1624啊，轴距是2890啊。整个车跟原来的 Model Y 其实差距不是特别的大，其实离地间隙是167啊。其实 Model Y 的标准版的离地间隙并没有这么的夸张啊。当然，我的 Y 版确实特别的低，我手机是华为的 Mate 60啊。整体离地间隙是一个手机多一点啊。你说同级别里面，你说真的算 SUV 吗？我觉得它其实更像轿车拉高了一点点，然后车身更高一点，空间更大一点，那么一个酷配车型，我觉得就更像一个掀背的轿车啊，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是实用向的轿车，所以离地间隙你不要想特别的高，它如果是走非铺装路面，一定是不合适的。OK， 这就是它的离地间隙。然后第二个是这个车的电池啊，它现在电池有2个版本啊，一个是62.5度的593公里的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是我们现在拍的长续航版本啊，78.4度的电池可以跑719公里啊，这个数据是比我们原来老的 Model Y 是要强不少的，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厉害的。特斯拉的能耗确实在整个国内的电车界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非常能打的情况。然后呢，高低配之间还有一个差距是低配的快充功率会低一点啊，据说是170千瓦，高配是250千瓦。但本质上我觉得170千瓦快充也算非常非常快了，国内能到的那个170千瓦的桩也没那么多。当然特斯拉有自己的超充啊。然后是低配的马力，低配的马力是220千瓦的单电机啊，加速是5.9秒。其实我一直想说 Model Y 为什么很多人能买来盖板都觉得很满意，就是因为它本身刚刚说基础的操控很好，第二个是它加速啊，5.9秒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这个动力都是溢出的。然后高配版本是4.3秒啊，那它长续航版本，我觉得现在都不需要买到 YP 啊，直接买长续航版本就够了啊，续航也比较长，有719公里啊，我觉得我会更加推荐一点。其实 YP 你说真的多的那一些性能，我觉得其实没那么必要，除了底板油那一脚以外，啊，底板油一脚现在4.3，我觉得真的也够了。然后是这次的风阻啊，虽然整体的侧面线条没有大的改变，但是它的风阻系数确实是降低了，从0.23降到了0.22。然后呢，整体的我觉得特斯拉最关键就是它的一个尾箱空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尾箱空间还是非常的大。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你之前没有了解过特斯拉，它的尾箱空间，我说实话，我们所有车里面应该它就是最大的，而且特别是放倒以后，这次有一个细节是在于它这个座位也是支持电动放倒的，这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实话实说，就电动放倒，包括电动的起立都是可以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而且整体啊只有一点点的高度啊，并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睡人是毫无压力啊，毫无压力。我可以说1.8米、1.9米的人都随便睡。这个 Model Y 在于我们工作室，包括我们自己家来说，它就是我们家里最能拉的车之一，真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它整体的后面的那个酷配的造型啊，为什么我说它更像那个酷配呢？是因为它后面造型，它整体的后备箱就是高度也更高，非常的平整，你可能看到。然后打开来，下面也有一个巨大的储藏箱，下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储藏箱。然后你这排下面还有，就 Model Y 的整体的装载能力，在同级别里面，哪怕放在2025年，都是一个非常能装的水平，这个你不用怀疑。
它应该就是这级别的 SUV 里面最能装的之一了，真之一了，头部水平啊。然后拉开来，这次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动的这个调节还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一个水平吧。然后大家可以微调一点啊，微调一点，就是倾角现在是可以调节的。其实这次的最大的改变就是后排啊，第一个是它增加了后排的腿部的坐垫长度，这个提升我觉得还是蛮大的。刚刚我做了，我觉得整体提升，我作为老的 VIP 车主，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就基本上腿部是完全有支撑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它头枕啊，官方说了这个头枕也加宽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感知不明显，一点点吧，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另外一个这次的大的提升，其实是你坐在后排，特别是我作为车主，我就特别明显。它这次这个顶上的这个贴幕玻璃啊，正儿八经的，他们是增加了好几倍的隔热，专门增加了隔热。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现在的特斯拉，如果是夏天，我如果不加这个遮阳帘，空调打冷要非常多的时间，现在加了隔热，他们说会好不少。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特斯拉 Model Y 的选择来说，才是一个巨大的提升，真正消费者能够感知到的。然后另外这边还有个挂钩，这个设计我觉得还蛮巧妙的，细节上面的设计。其实我觉得特斯拉很多细节方面的设计，现在舒适性上面的选择会变得更加多一点。就是我觉得 Model Y 很多消费者现在看到换新，只看到一些外观上的讲述啊。其实 Model Y 我刚刚跟他们的特斯拉的人了解了，正儿八经了解了。我觉得他们这次真正的提升应该是在舒适性方面。他们说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去降低他们的。不只是风阻、风噪，包括胎噪，在高速的情况下，在低速情况下都有大幅的提升。本来 Model Y 就是已经是双层夹胶玻璃了，其实我觉得在风阻系数降低同时，去降低胎噪、风噪，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都是更加实用的改变。就是我觉得很多细节方面，像很多人会吹的这种布的饰条啊、饰板啊，包括一些外观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并不是 Model Y 提升重点，而是舒适性的提升。Model Y 这次最大提升就是舒适性上的，都是尾门。你看我刚刚给大家看的后排座位，包括我现在说的降低风阻、降低路噪，都是我觉得作为 Model Y 消费者真正能够感知到的部分，并不是外观。外观其实你看了第一眼、第二眼就忘记了。包括这次的轮胎啊，轮胎用的是米其林的 PSEV 啊。其实特斯拉的轮胎一直是用的比较好的。这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了，哎，这个轮胎很贵啊，对啊，很贵，证明它原厂出厂，厂家掏钱掏的更多啊。如果你想要便宜，你戳破你换个垃圾胎不就完了吗？在这边我想说一下啊，我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说买车后期换胎，我建议去换一个好胎，不要用垃圾胎。因为轮胎是无论你多好抓地力、多大的电机、多好的操控，都是建立在轮胎上面的。如果你轮胎非常烂，再好的操控都被浪费掉了。实话实说。OK， 讲完这些，我们到车内啊，给大家看一下。车内其实改变，我觉得更多是设计上的改变吧。多项电调都是有。这次前排座椅加了一个座椅通风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你看到它都是往舒适方面去调教。我觉得路对了，路走对了，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这么多的，但是。对吧？实话实说，你的座椅通风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还是非常的实用的。特斯拉，我觉得每次进入到车内啊，我都是觉得哦，还是那个位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方向盘是全皮的，然后一体式的方向盘，只有这边一点点小的接缝，在39点位置都有正确的能放手指的地方。其实特斯拉的这个方向盘我真的是比较喜欢的，从各个方面来讲，它的方向盘都是。好的，棒的，在你操控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不适感。然后呢，有一个细节，它把这个加回来了，就是 Model 3的时候这个换新版它是按键式的转向灯，总算把这个转向灯给我加回来了，我谢天谢地啊！这个我非常讨厌按键式的转向灯，我开过2台。极越跟焕新，我都觉得这个按键方向盘确实没那么方便，那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然后是大家会在意的这个换挡啊，其实换挡我觉得倒还好，你其实实际习惯了以后，其实也还好，你不会说不习惯的。这个因为换挡你不是一直在换挡，你只有在开的时候，包括停的时候会用一下，其实倒还好，没有那么的明显。这转向灯你是一直会用，所以我觉得这感知还是比较明显的。OK， 然后是顶部啊，顶部之前都是这种软质，现在还做了这种双层次的这种布纹加这种印花的铝吧。感觉像铝啊，铝的饰板，然后隐藏式的出风口，然后下面是皮革的。其实特斯拉这个皮质我自己用下来，我觉得还是蛮细腻的。然后是中间屏幕啊，这块屏幕其实这次是有改变的。那特斯拉的车机其实你不需要担心啊，因为 AMD Radeon 的处理器啊，整体上的流畅度，包括控制面板，这个我想说一下，我为特斯拉稍微说一下啊。当然，我觉得有 HUD 肯定更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开，其实它的速度啊，包括一些操作啊，因为我自己开了4万多公里了，我觉得整体上我自己的感受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你想，特斯拉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开，这么多人都在开，其实也能理解吧，我觉得也能我能接受，反正我能接受。如果你接受不了，我觉得特斯拉就是不合适你的，就是它没有前面小屏幕这一点。然后下面有2个无线充电口，这个我想说一下啊，这个我有点小失望。它在2025年，它依旧是不支持华为的50瓦快充的，但是呢，它好处就在于它两边2个，它都是有快充。就是都是有无线充电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地方，两边都是有的。然后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储藏箱，这一点我觉得真的很好。你作为车主应该都能懂我在说什么。特斯拉这个储藏箱非常非常非常大，就你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啊。实话实说，非常非常大，就是你可以放，甚至可以放那种1.25升的可乐，完全毫无压力。下面是2个杯架，然后是带这种隐藏式的限位的，然后把它摁回来。是一个装饰面板，就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然后拉开来，这边是一个扶手箱，还有储藏空间，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Type A 的接口，这个储藏空间也是比较大的，能放一个8听的可乐，差不多这个水平，但是并没有那种我们所意义上的这种空调出风口，它是没有的。然后副驾驶就非常干净，跟原来的特斯拉没有什么大区别，唯一区别就是在于这个地方现在有一层雾银的这种材质啊，在隐藏式的出风口，我觉得比原来设计是要更加的好看的，就更加科技感一点吧。其他上面我觉得区别不是特别大，然后触摸式的灯，包括一键的双闪都是有的。整个座椅我觉得跟老款区别也不是特别大，稍微的我觉得会支撑性更强一点啊，但是实际还是要开起来才知道。我们也不是动态试驾，所以也不能说。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这个车的音箱啊，这个车有一点要讲的是，它的音箱，如果是你买低配，它低配版本的音箱是9个喇叭的，相比于老款是阉割的。但是它如果是你现在买到这个版本，就是高配版本，它是有个16个扬声器的新版本的音箱，据说是比老款的要有大的提升的，比我那个 YP 是要更强的。那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但现在我试不了，因为它没有 WiFi， 没有联网，所以我们试不了它的音响。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小细节设计还蛮帅的，它的那个气囊的 logo 在这个位置，没有在正位上，我觉得这还蛮帅的，有点偏置，挺好看的。然后把前排座位调正确驾驶坐姿，我们去后排看一下，我们调整一下啊，调整到我们正确驾驶坐姿。OK， 我们现在去后排看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表现。整体的特斯拉的后排表现，我刚刚做了一下，我觉得座椅是比之前舒服的，但是整体的空间并没有一个大的改变啊，跟我们原来老款差不多。然后这边饰板都是一模一样的，麂皮的加上布纹的。然后现在有个氛围灯啊，原来氛围灯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啊。然后腿部空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特斯拉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的点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这个前排的下面的腿部可以伸进去的空间非常非常非常大，大到我脚要去伸进去，我下面还有悬空啊！要想到我这个是冬天穿的靴子啊，对吧？就是腿部支撑坐垫的长度，我觉得相对于我老款来说都是有提升的，腿是完全可以顶到的。你看我脚已经都不是90度了，大很多，然后大概也差不多只有2指的悬空，你稍微往前放一点，你就完全可以顶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整个坐垫我觉得是明显是有提升的，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报纸架，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屏幕啊，这个屏幕也是全新的。基本上你想要操控，包括空调啊，包括座椅的加热啊，包括座椅的前后啊，它都是可以调的。然后包括我们能看视频、游戏都是有的。这一点哇，新路谷物语
就特斯拉这个怎么说？实话实说，它的车机方面这些拓展性，现在国内我觉得更卷。特斯拉以前刚出来的时候觉得很厉害，现在还好吧，大家都在这么做。不过特斯拉这块屏幕，它整体的游戏性能还是很强的。然后下面是2个 Type C 的快充口，他们特地有强调啊，这2个 Type C 是支持快充的，但到底是几瓦或者支持什么规格，我们具体不知道。但支持好像是 MacBook Pro 的，但具体快充速度我们不知道。然后还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它为了考虑到中间第3个座位的消费者，它这边是有镂空的，这个镂空的面积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也是这个级别内，我觉得国产车厂很少去关注第2排中间这个座位的那个放脚的地方，或者说舒适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空间搂的还我是蛮认可的啊，因为你家里面过年像现在肯定是有人坐中间的，对吧？然后中间，你看它没有头枕，对不对？它这边有个扶手，对吧？巨大的扶手，2个杯架带线位，你觉得是不是中间这个没有头枕呢？其实不是啊，它有头枕，只是隐藏在里面，就隐藏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给它抬起来一点，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中间这个你以为它没有头枕，其实中间这个它也有头枕，只是隐藏在里面。如果你平常后面不坐人，对吧？你的后视线完全不影响。如果你坐人，这个可以拉起来变成一个头枕。这个设计小巧思，我觉得国内部分不给第2排座位头枕的厂家可以学一下，我觉得很好用，很好，非常好。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这是关于特斯拉 Model Y 的一点静态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选车。大家觉得车怎么样呢？嘿哈，这是我们的新款卫衣。嚯！大家好，我是辛巴。我们现在已经拍完了 Model Y， 这是我们总结环节。其实 Model Y 我一直有一点点小的分享，就是我们自己作为特斯拉车主，我周围也有很多朋友来问我特斯拉到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本质上还是那个问题。其实你买特斯拉的人，他可能就只买特斯拉。现在特斯拉全线进化了，仅此而已。我是觉得这个还挺明显的，就可能他买特斯拉，他就是买特斯拉去的，就这么简单。他只想知道特斯拉改了哪些东西。如果说你觉得，现在国内还有一些其他车也可以选，我觉得特别的好，证明我们的市场是缤纷五彩多样的。我觉得特斯拉有这一点啊，反正作为媒体老师，我觉得我还是特别认可的。他欢迎大家来比。作为一个国外的品牌，我觉得在中国市场，就是特斯拉现在体量大家都知道，大概是其他车厂总和嘛，就是已经是到这个地位了。然后没关系啊，我们一起来玩啊！这种态度我是很认可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马斯克还是有自己的个人魅力的，实话实说。而且我也是特斯拉车主。总的来说一句话，我欢迎更多的汽车厂，不只是中国的，国外的，我觉得美国的也可以，德国也可以，日本的也可以，大家都来玩，电车非常好。我是辛巴，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做的还不错，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这都会对我们节目特别大的帮助。如果说你朋友在看特斯拉 Model Y 换新版，可以把我们视频推荐给他，也希望我们视频对他也有帮助。